我听阁下的吩咐。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？属实。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，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，这一点中董上上下下都知道。而且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，李先生和秦琪阁下都是看过的。那这次有没有联系？绝对没有。你撒谎！还给我说过，怀疑欧就住在你家里。这个黄新斋，阁下，这样吧，你要不相信我的话，现在派宪兵队马上去我家，你们随便翻，你看有没有欧新平来住过的痕迹。这个黄新斋就是想利用我和欧新平原来这点关系，到处说我是非，搞臭我，想把他是重庆卧底的身份嫁祸到我的头上来，那我真是百口难辩啊！如果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，这样吧，你把我撤了。我要是和中统有关系，别说您了，李先生他就第一个不会放过我。李先生自己就不会跟中统有勾结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和欧是老相识的，他就交给你来处理，做他的工作，把他给我策反过来。阁下，欧新平他是死硬派，这个有点难度。女人是讲感情的，你以前的女朋友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阁下，黄新斋呀，他是我们九烧的耻辱，这个人烂透了。柳园的枪手是不是你安排的？我要是去了，也必死无疑了。你不是没去吗？故意散播蒋伯仙出游的消息，打死黄金斋杀人灭口，设计欧新平劫人，再把消息透露给庆腾，让东洋人抄了中统的后路，最后再安排枪手屠杀这10几个人。朱站长，我说你这局做得高啊！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，牺牲这10几条人命，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！我有的选吗？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死，我儿子死，我全家死。换你怎么办？你以为特务工作真的像手册里说的这么崇高？无论是76号还是中统军统，要我说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扔吃人、扔玩人的工作。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吗？啊？朱站长，能求你个什么？说来听听。海默的表嫂，能不能留他一面？你真的觉得在90号，我能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和死吗？我不瞒你说，这2天我一直也在想，我求谁能保住欧新平的命？我也想不到。
搞得清楚，到底吐不吐壳？哼！我看你是不进棺材不掉泪了。加大点量。好久不见啊，欧新平。想着咱们怎么说也是中统的同事一场，来看看。有话快说。让我来帮帮你。金藤阁下看过你的履历，很欣赏你。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平运动。和平运动，真好意思起这个名字。一帮臭汉奸，你们就是怕战？不是怕战，不得不战则战，能和为什么不和呢？你看现在，抗战有4年之久了，中国现在像什么样子？各个地方都在打仗，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。当下正是日本国需要扩张的时候，而我们呢，也需要人家日本的先进科技、人才、思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，和平建设多好啊！周志飞，你还有脸说这些？你是不是忘了重庆大轰炸、南京大屠杀？日本人的残暴行径，让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。哎呀，不要说这么远，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，加入合运有什么不好？你看现在苏州百姓安居乐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欧家40口人，39口死在日本大轰炸里，皮肉无存，就剩我一个人，这个仇我是不是应该报？你还是这个尸骨不化，硬得像个石头一样。我就是不改。我要是改了，那个人就不在我心里了。为什么不试试放下个人恩怨？来吧，加入我们。别废话了，直说吧。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。那这样，再帮我一个小忙。帮完以后，我跟近藤阁下求情，对你从轻发落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那你也帮我一个忙。好，你说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这张嘴脸，
臭汉奸！好，成交。你愿意帮这个忙，你我再也不见。我问你，你们中统怎么知道蒋伯轩在柳园呢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？哼，打入一向是你们强项。这么说，后面90号特工站也不例外了，有你们的内奸，对吗？有啊，我想知道有多少人。一个。我来猜猜吧，是不是李志刚、不是，蔡和平、不是，刘正义？不是，不会是姓黄？黄新斋这个王八蛋，他居然两头吃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我猜的没错吧？就是黄金斋。谢谢你的配合，我会跟近藤阁下求情，希望对你从轻发落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保重。臭汉奸！我也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不识好歹！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表嫂？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？知道他是中统的特务，他利用我，就是想用海默的身份潜入古园，去做他那些工作。这可都是随时掉脑袋的事儿，你就不害怕吗？我每天都怕得要死，有时候一想起他身上的那些枪，半夜都会惊醒。可是他告诉我，如果不跟他合作的话，我在空军的弟弟就要受难。我没办法，可我还是没能保护好我弟弟。那你的真名是？我叫……你还是叫我海默吧。如果不是因为海默，我不会认识我表嫂，也就不会遇见顾伯伯，还有你。一中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
咱们是一条不是。哎，老周，你要吓死我呀！吃过饭了吗？你听我跟你讲呀，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，对吧？结果我那包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，扣他工钱。哎呀，可是我转念又一想，算了，反正你也不爱吃，他想吃就让他多吃几口呗，懒得跟他计较。怎么了？站里工作累了？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？哦，不提啊，不提他，讲好了不提他。我去给你放洗澡水，你泡一下啊。哎呦，对了，李先生来电话嘞，他说他来苏州了，让你过去一趟。请。来了呢。人真的跑了？被中统接走了。你说的我信，可是日本人不信啊。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是非不才，让先生丢人了。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？实在不行，就做掉他。那天情况有点复杂。志飞，你是一个心多么细的人呢？你怎么了？因为儿子？不是。那他呢？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我的线报告诉我，蒋伯贤已经回到了重庆了。民国16年，你差一点儿就娶了她。东哥真心的。算是吧。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于青介绍给你。跟您没关系，是赤飞优柔寡断。舍得吗？
是真的被近藤找到七寸了。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，说要枪决他。我同意了。就在明天。有没有可能再劝一劝他，投诚过来？试过了，他不同意。明天我找个由头派你去上海。不用，你要去发展，看看那个能不能帮上忙。那明天对你会是一场大考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表嫂，表嫂，没想到你会来看我。慢点儿。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是海默让你来的？还撑得住吗？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，这不算什么。海默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，说都是你爱吃的，还热乎着呢。这么多，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？下完了，明天强权。痛快，比用绳子吊死好。我不想做毒蛇斗的鬼。我给你带了壶酒，你要不喝点儿？你们男人用酒壮胆，女人不用。海默特意嘱咐我，给你带件衣服。我给你放这儿了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海默是个好姑娘，她身世可怜，
亲人都没有了，我走了。拜托你帮我照顾他，以后别让他流落街头，受人欺负。你别辜负了他的真心。你放心，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一样看待的。你也不懂我们女人。就当我没说吧。真香。对了，帮我转告黄先生，我也没听他的劝，只能来生再见了。就起飞吧。明16年，知妃与一女子泛舟姑苏。那日阳光明媚，有家人陪伴。那天是知妃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也是我最爱心的。铁窗相望，左右麻痹挣扎，我三春不念痛狂，究竟是谁苗里多是废话，那快点跟我回去吧。哎，这里过来哟。哟，站长，下班了？找您签个字，领个钱。领什么钱？枪手费。哦，咱们站每枪杀一名重庆客户，不都有200元补助吗？对，这个呢是欧新平的人头费，您收着。对。
真回来啦！200多块钱，这枪决欧新平的人头费。皱眉头。黄老师，柳原真是一场大屠杀呀！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来不及汇报，就擅自做了处理。你做得对，至少没让日本人抓到蒋伯贤。谁能想到啊，这10几条人命，顷刻就没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是个读书人，也没有接受过训练。黄老师，我好累啊，我不想再干下去了。不要灰心，抗日道路还很漫长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。不是的，黄老师，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自己了。我觉得我每天干的事情，我说的话，连我自己都难辨真假。再这么下去，我迟早都要崩溃的。对不起，黄老师，我没有坚持下去。无论怎么决定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黄老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肯定不能再回910号这个魔窟了。我想尽快离开苏州，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。我现在只想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，那一定是充满希望的。一样。我也想，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中国必胜！彪哥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义兄说他跟我们走，跟我们一起去根据地，他给我的字条。好啊，他承受了这么多，也该喘口气了。和平军出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，我再想其他办法吧。我们可以去找水生家的，走水路，我们就扮成渔民的样子，凌晨出户。可以。那我们去朝叔找部队。据说18旅在猫山，但你放心，只要他们还在这一带，我们就能找到他们。
他走的时候痛苦吗？是周志飞亲自动的手。表嫂对他一往情深，他竟然还下得了手。他究竟是人还是畜生？他有什么话留下？他说你是个好女孩，整件事情跟你无关，是他把你拖下水的，他对不住你。其实他并没有说这些话吧？这些话是你编来骗我的，但我喜欢听。海默，我要离开苏州了。去哪儿？暂时不能说。还回来吗？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。你放心，你走了，我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宅子的。海默，不光我要走，你也得走。90号的人一旦发现我不在，必然会全城搜索。你要是留下来的话，会有危险的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可以去香港，我在那有关系，可以安顿好你的。顾先生，我能跟你一起走吗？海默，我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就算我去了太湖那边，也要接受很长时间的调查。你跟着我，会吃不少苦头。更何况，你来了这边之后，已经受我太多的委屈了。你应该远离这些纷争，去过你该过的日子。什么才是我该过的日子？唱评弹，挣银子，强颜欢笑。那这样活着，跟死人有什么区别？海默，你要坚信，抗战早晚都会胜利的，日本人早晚都会滚出中国的，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我相信，抗战迟早都会胜利的。可是我们俩，就不一定会再相见了。顾先生，再见。1941年12月7日凌晨，从日军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3架飞机，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。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，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，1艘搁浅，其余都受重创。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，188架飞机被击毁，数千官兵伤亡。摧毁和毁坏了港内、岛上的大部分设施，取得巨大战果。国际形势大变，我们得抓紧撤离。我が国は何度も米国に譲歩したが、しかし彼らは対日貿易金を統計しただけじゃない。まだ大日本帝国無条件で中国から撤退することを求め、帝国は生存と世界平和するために、そしてアジア人民幸せのために、大日本帝国は米国に
改正すること必要であり、改正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近藤君、英国は破る。これはとてもいいことだ。なんでそんな気持ちですか？一体どういう原因ですか？私は北上してソビエトと戦うべ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。南下して米兵と戦うのは得策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。バカ！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老沈，这是从黄信斋家里搜出来的。我上次没有注意啊，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顾一仲的管家，叫什么富贵。王新斋给富贵画像做什么呀？